这个女人只有4个地方没整过：眼睛、睫毛、指甲和私处，其他地方都做过大大小小的手术，不下100次。不为别的，只因她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胖妹。为了改变命运，为了赢得外人的赞美，她铤而走险，在一家非法整形机构进行风险极高的全身整容手术。当纱布揭开的瞬间，一身绝色皮囊震惊了全日本。这个叫莉莉的女孩一夜爆红，迅速火遍娱乐圈，成为杂志、广告、电影热捧的明星人物，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她，到处都有她的身影。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，但被欲望吞噬的人终会害了自己。自出名后，莉莉可以说是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。以前她缺失的，现在都要报复性的挥霍、证明、享受。如果自己没有单独上头条，她会对助理肆意羞辱，助理低头不语。毕竟她是公司的头牌模特，没人敢得罪她。莉莉的财阀男友来找她，不管现场有没有人，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和男友倒凤颠鸾。在场的人见怪不怪，非常自觉地关上门，在外面守着。看得出，她的私生活已经浪得人尽皆知了。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，她时不时会说服各个导演和制片人。毕竟她一无演技，二无歌喉，只能靠这种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美就是她最好的通行证。可好景不长，人造的脸总有出事的时候。这天，莉莉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的时候，饱满的额头出现了一块黑斑。莉莉简直不敢相信，经纪人一语道破，莉莉全身上下几乎都是假体。第二天，莉莉和经纪人来到整容医院，医生表示，只要做一次修复手术，黑斑就会消除。此时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只见她满脸黑斑，在那无助地大喊。莉莉看着发疯的女人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仿佛那就是日后的自己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正在追查一名女孩的自杀案件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起案件了，最近发生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美女自杀案，所有死者都是整形医院的老客户。警察调查后发现，医院使用一种违规技术，能让整容效果更好，但他们隐瞒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整容过后又要长期接受修复治疗，一旦没钱修复或者停止治疗，身体就会排异长出黑斑。经纪人可不把这些当回事，在他眼里，莉莉无非是一件赚钱的工具。在经纪人的怂恿下，莉莉为了变得更漂亮，为了受到更多人追捧，她再次躺在了手术台。这是一场没有麻醉的手术，莉莉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承受着手术的疼痛，就算疼到青筋暴起，手脚乱颤，她也必须忍住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莉莉变得更加自信。广告商演接到手软，无数粉丝为她疯狂。面对着镜头，她都笑得很甜，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不在镜头下的自己是多么的身心俱疲。长期的修复手术让她身体每况愈下，在外人看来，她还是当红的时尚教主，但她的内心已经开始逐渐崩溃。为了逼婚，她只是助理曝光自己和富二代的恋情。这天，她妹妹来了东京，在妹妹面前，莉莉终于摘下面具，安静温柔地和妹妹聊天。她劝妹妹也去整容，因为只有变美了，才可以更坚强。妹妹却不这么认为，是莉莉坚强，才会有今天的美貌。再说，她也没有钱整容。此时莉莉才知道，原来经纪人一直在骗她，这些年一直说给她家里人寄钱都是假话。莉莉马上找到经纪人，但经纪人却说，你整容费都还没赚回来，哪还有钱给你家人？莉莉哑口无言。这时门外走来一个新人，是公司最近力捧对象，18岁，纯天然美女。莉莉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这张青春无敌的天然面孔很快就取代了莉莉。莉莉的杂志封面、广告代言都被换掉了，眼看自己要被新人踩下去，莉莉完全崩溃了。此时，整容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愈加明显，为了对抗后遗症，莉莉要服用大量药物。这天，她终于受不了，跑到天台大声宣泄着要自杀。幸好经纪人及时赶到，为她打了一针才平静下来。不好的事情接踵而至，财阀男友另寻新欢，还传出订婚的消息。对于莉莉的质问，男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玩玩而已。这天，莉莉想去做修复手术，但医院已经被查封了。许多从那里出来的女孩因为付不起高额的修复费用，身上出现大量黑斑，接连自杀。警察找到莉莉，希望她可以出来作证，但莉莉怎么可能把整容的事公之于众？她果断拒绝，声称自己毫不知情。警察只好留了一个文件袋给她，
等回到家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受害女孩的照片，包括他曾经的自己在内。看着照片里曾经的自己，感觉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。莉莉慌了，万一被人知道自己整容的事，前途会毁于一旦。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整容的后遗症愈发严重，用药过度的莉莉开始频繁出现幻觉。在莉莉生日直播那天，工作人员为她举办了生日派对，莉莉眼前却出现了无数的蝴蝶，直播现场布置都长出了一双眼睛，仿佛是在讥讽她。她不明所以的动作毁掉了节目，甚至还推翻了蛋糕。她那副丑陋的姿态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。最后，她躺在地上，不停念叨着。不知何时，莉莉从床上醒来，她头痛欲裂，经纪人让她好好休息。她要被抛弃了吗？莉莉崩溃的怒吼，冒着大雨冲了出去，透过橱窗的镜子看着狼狈不堪的自己，没想到连头发也开始一把把掉了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助理看到了莉莉整容前的照片，他决定帮莉莉一把，让人们能再次关注起她。很快，这个消息轰动全国，原来女神莉莉是整容的。一时间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因为这则新闻，各路记者堵满了莉莉家门。这种场面，莉莉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。现在的她已经不再美丽，曾经光鲜亮丽的外表和生活化作泡影，莉莉沦为丑闻主角，遭到全民唾弃。为了给公众交代，经纪人安排了一场记者会，莉莉用厚厚的粉底盖住自己的黑斑。面对记者犀利的提问，她沉思了许久，随后抛开安排好的演讲稿，拿出一把匕首，紧紧握在手中。台下无数的相机对准着她，面对质疑声和刺目的闪光灯，她毫不犹豫，手起刀落，刺向自己的眼睛。一场因美丽引发的悲剧尘埃落定，鲜血溅在白色的幕布上。她要用最决绝的方式和曾经的自己告别。为什么要扎瞎自己的眼睛？因为眼睛象征着看见。人们因为看见而爱上他，又因为看见而嘲笑他。他的得到和失去，罪魁祸首都是人的眼睛。从此以后，莉莉失踪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就在所有人认为莉莉已经死了的时候，新人小美却无意中在一家夜店的包厢里发现了她。就算风光不再，换了个舞台，她依然是最美的那一个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莉莉深知美貌的好处，但她付出的代价和所承受的痛苦也非常人能忍受。